嗨，大家好，我是 April。今天会是一期不太一样的视频。我相信绝大多数认识我是通过健身视频。其实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是穿搭和时尚类的视频，我自己对这一块是非常喜欢和感兴趣的。说来惭愧，当初开始健身、开始运动也是为了实现穿衣自由。当然了，随着健身的逐渐深入，我意识到了运动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对于我们整个人的精气神和自信心的重要性。你开始健身、开始运动的原动力是什么？可以弹幕或者是留言告诉我。那今天呢，会是一支非常轻松的开箱视频，主要是一些健身时候穿的衣服啊，再来就是打折季我买到的一些很经典的耐穿的单品，当然了，折扣也是力度很大的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开箱看一下这些单价相对比较高的单品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先是 Lululemon 家的一个短裤，应该没记错的话是60美元左右，是2码，后边这儿有个口袋，就里面还有一层啊，是一个内裤的样子。大家看它侧面这里，运动的时候很方便，而且它后边呢也足够长，就不会走光。就可惜这个号我买小了，这是2号，我应该穿4号，走最近胖了一些。然后是一个背心，是很有弹性的，摸上去凉凉的。这个上衣穿上呢，就感觉很容易勒出副乳，而且它的边边啊也都是皱皱的这一种。虽然呢，它面料是非常的舒服，颜色也很显皮肤白，然后背后是这样的。经常有在评论区看大家问我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健身类的衣服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就分开来说吧。就裤子呢，我觉得最舒服的是 Lululemon 家的 Align 这一款，面料是非常舒服的。它原来的旧版的面料是稍微有点紧，但现在呢就非常的舒服。因为它舒服嘛，所以我感觉它的塑形的效果就不是那么优秀。我这个是超高腰的，它的这个面料就是很舒服，大家可以看一下，感受一下它这个弹性，因为它面料很软嘛，所以就没有这条的收腹效果更好一些。那这一款呢，它的面料就明显的要比刚才那个要更硬一些，大家感受一下，所以它的塑形效果会更好。长度呢是这样，我穿还有点长，但是我拍视频的时候有时候要包着脚踝嘛，所以就这个长度对于我而言是正合适的。那对于大家来讲呢，就买短一点的就好了。这个 Align 啊，它有一款短裤，我经常在视频里穿，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穿。它就是完全可以拿来做一个打底裤、安全裤来穿的。那裤子的长度呢，这个是28，这个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3吧。我个人呢是更推荐短款的这个，除非说你是个子1.75米以上，你可以买28，就是裤子稍微短一点的话，会显得人个子会更修长一些。那关于运动上衣呢 ，Lululemon 家的整体感觉呢比较显副乳，也可能是我买的号比较小，但是我要买号大一些呢，别的地方就宽松了。它的身上非常紧，大家可以看，背后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它是支撑性非常好的，他们家呢我就建议胸部比较丰满的女生可以穿，就是它给你固定的非常好。刚才那个白色是6号，这个是8号，大家可以看这个8号穿在我身上的效果，就是比刚才的要宽松一些，但是在于这个款式啊，还有对于这个副乳的优化效果上，我还是更喜欢 Elo 家的那一款。看它就不显副乳，下面也会显得腰比较细，然后背后是这样。我有这3个颜色，这个白色和黑色都是有加内衬的，这迷彩色呢是没有加内衬的，很适合胸部没有那么丰满的女生来穿。目前而言，我穿的最多的衣服就是这2家的，裤子呢就是 Lululemon 家买，上衣呢大多就是 ALO 这一家。这2家比较起来呢，性价比来说是 Lululemon 家的更好。你像它的裤子，虽然说100多美金一条，你觉得会有些贵，但是它真的是非常的耐穿，就是所谓的你买的贵，但是穿起来呢实际是非常划算的，而且它塑形的那个效果呢是别的品牌的裤子没法比拟的。然后3宅1升7折左右一个裤子，握在手里，说实话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软，是有一定的这种粗糙的感觉的，蛮重的。第一感觉就是不太舒服，这个面料好短呀，你看这儿个鼓包跟这个身体曲线贴合的不太好，要非常瘦穿才 OK。如果你一旦是有点小肚子啊，你鼓起来嘛，它这里就会特别显胖，这个我要退掉，穿上高跟鞋这么来穿稍微好看一点。然后还是3宅1升的一个单品，是一个半裙，摸上去比刚才那个裤子更硬一些，给大家看一下，外面更光滑一些，里面更
粗糙一些。比较起来呢，我更喜欢这条裙子，它的鼓包现象也没有那么严重。这种长度的裙子穿起来是很有安全感的，然后它又加了这个开叉的设计，就不会让你的腿显得比较的粗。这个开叉也是可以随便调的，你可以放在前面，可以放在侧面，也可以放在后面。它这个面料比刚才那个裤子面料要更硬一些，还是没有说很滑的那种感觉。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看了那么多三宅一生的测评，没有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坐在这儿还会鼓包。不过呢，这条裙子它是非常百搭的，所以我还是要留下来。它的正解是这么穿，因为它口袋是设计在这里的，就是穿了之后就是这样子，也是会有一点点鼓包的现象。就是这种裙子的搭配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年四季都能穿。还有这个裙子，它也可以跟这种很休闲的卫衣搭在一起穿。再来是一条腰带，其实这条腰带是男款，它打折呀，半价左右。哦，好软啊，这个皮，它一面是这种棕色的，一面是这个黑色的。大家看它这个头是可以转的，所以它可以两面用。这个需要自己再打一个孔，因为它太大了。它也可以把它翻过来，给头转一下。大家觉得黑色好看还是那个驼色好看？我把我的打孔器找过来了，我要给它打个孔。噔噔，一个崭新的孔诞生了。这个裙子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因为它是绝对不会皱的。穿一个这种比较长一点的款式盖子之后呢，它的这个鼓包的现象也就都没有了。再来就是一双鞋子，麦昆家的。我之前有一双黑色的，夏天了嘛，就买了一个这种尖尾的。但这双鞋子呢，说实话，其实它不是很舒服，尤其是它这个舌头这一块，你穿上光脚穿的话，它是很割你的那个脚背的，就是你要穿它的话，就必须要穿袜子穿。但是它实在是太好看，太好搭配了，而且它有一个增高的效果，它应该增高至少有5厘米左右吧，原价应该是接近600美金吧，我看它打折打到350美金左右的时候，我就入手了。它的实际价也就是在这个价位，高于这个价钱就不要买，就等着就好了。然后还是一双鞋子 Jimmy Choo 的高跟鞋，也是打折非常非常划算，应该是半价左右吧。前面有一点点铆钉，然后一个驼色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穿的一双鞋了，还蛮有个性的，拿在手里很轻，根儿细细的。它这个皮是麂皮的，鞋底也是真皮的。那这双鞋拿在手里我是很喜欢的，就不知道它这个钉会不会掉哈。这双鞋子也挺稳的，然后上面的亮片我很喜欢，41码的，他们脚上稍微有点大，所以说他们家鞋子码还是挺正的。我一般穿40。然后还是一双鞋子，是 SW 家的，半价左右买的，拿在手里好轻啊。鞋底下是这样的，它这个上面是珍珠和水晶，是缝在上面的，不是粘在上面的，应该还比较结实。这里边还有个小口袋，什么呀？哇塞，真的啊，是上面的水晶和珍珠备用的，跟儿应该有10厘米的，还挺稳的，穿上去还不错。他们家鞋子就是号码要偏窄一点，脚比较宽、脚背比较高的女生的话，我这一款就比我平时的码多买大了1码。再来是 Well Done 的一个卫衣，还有一条牛仔裤，都是打折买的啊，不打折咱不买。这个 Well Done 的这个特别的软糯，是男款的，女款的跟它一模一样，但是女款的不知道为啥就要贵着几十美金，所以我就买男款的，一模一样。然后颜色有白色，还有这个灰色，然后我选这个灰色。穿卫衣穿到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白色的买回来之后会不舍得穿，这种颜色的就穿的使用率就非常非常高。短裤是李维斯的501，想把它俩搭在一起穿来着，所以一起下的单。这个还蛮厚实的，不过在美国呢，就是夏天冷气开的实在是太足了，所以你就备一个这还是很必要的。这个短裤呢，李维斯的501很经典的款，他们家的裤子就是这个牛仔面料有点硬，这一点我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它这个牛仔款式呢，就是后边可以包住屁股的，很多牛仔短裤它后边是很短的，就是会露屁股蛋儿那种。而且他们家的号我觉得是有点偏小，这个是25码的，我可能需要穿26，但是我为什么买25？因为没号了呀，打折就只有这个25还有号。那这条裤子我觉得它真的是设计的蛮好，你看
它这个长度正好，正合适，放下来就大体适中了。搭配 T 恤穿呢就是这样的，T 恤是 Mango 家的，也非常划算，应该是$20左右的样子吧，可以买比自己穿的码再大一号的这个短裤。天哪，哔哩哔哩 Power Up 2020年度 UP 主颁奖，大家看，要跟大家说一声谢谢，没有大家的支持，也没有这个奖杯。哇，我现在看着它，好激动啊！好重啊！它跟现在的我没有关系，它是颁给过去的韩小四的，但是我会继续努力跟大家分享更多有用的视频。然后是这个帽子，这是 L 号的。我量了一下，我的头围是56，然后它这个 L 号说的是19到61，我也不确定，所以我除了这个 L 号之外，还买了个 M 号。好硬啊，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哇，好大呀！整个是空的在头上。他们家的这款帽子从来不打折，终于让我在 Sense 上看到了，相当于7折左右的样子吧。这个是 M 号，但感觉不好看呀。M 号说的应该是56到59厘米的头围吧。哇，这个戴上就紧了，但我觉得就一般的，而且我感觉这帽子有点戴不住。这个帽子是 L 号，我觉得 L 号的戴的比较合适 ，M 号的小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希望有给大家提供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我是 April，那咱们下期视频见，拜。